小姐，您总算苦尽甘来了。就算不是侯爷的亲生女儿，现在也能顺利嫁入国公府。二小姐就算是亲生的，那也比不上你。我原本是宁国侯府千金，3年前就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。这些年我谨小慎微，处处替侯府谋划，只为争得一席之地。你们主仆2人还真是天真啊！你怎么穿着跟大小姐一模一样的婚服？因为今天是我跟小国公爷大婚的日子，不是你的。你想换婚，也得看国公府答不答应。我怀了国公爷的孩子，毕竟我才是侯府千金，国公爷怎么可能娶你这冒牌货呢？父亲母亲不会任由你胡来的，那是我的父亲母亲，不是你的。青婉，你妹妹现在怀着孕呢，你怎么能推她？母亲，你知道她怀孕的丑事，她不守妇道，跟姐夫暗结珠胎，按照我国律法是要进猪笼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妹妹？我的女儿流落在外多年受苦，你这个假货却在侯府享受荣华富贵，更何况这份婚约本来就是她的，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物归原主是因为我填补了侯府100万两银子的亏空，躲过了灭顶之灾，所以你们过河拆桥了，对吧？看来现在是留你不得了，免得给侯府招来灭顶之灾。侯爷，这些年侯府入不敷出，全靠我们大小姐呕心沥血打理家里的产业，才补上侯府巨大亏空，没有被陛下清算。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啊！这话好笑，分明是母亲辛苦打理侯府，父亲在外努力奔波，什么时候变成姐姐一个人的功劳了？来人啊，给我打死这个胡说八道的贱婢！小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愣什么？快动手啊！他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打死了直接扔乱葬岗喂野狗。是我连累了小桃，我以为处处退让，努力做一个对侯府有用的女儿，就能留在这个家。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这么蠢。今晚你妹妹流落在外，吃了这么多苦，你说她会不会恨我？我跟小桃不是被打死了吗？这是梦吗？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宁清乐被找回侯府的当天。幸好老天有眼，给我了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侯府好大有气派，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。我的女儿啊，你这些年在外受苦了，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那家农户真不是东西，对我们小姐非打即骂，身体落下不少病根。大夫说了，最好是在正南方向阳的院子才能养好身体。正南方向阳的院子，不就是清婉住的芳菲院吗？来了，上辈子宁清乐回家的第1天就视若卖产，轻轻松松夺走了我的芳菲院。妹妹受苦了，我回头就让人把院子收拾出来给妹妹住。不行，我怎么能住姐姐的院子呢？傻孩子，要是当年你没被那个刁仆换出去，这院子本来就是你。是啊，妹妹，我鸠占鹊巢多年，已经愧疚难当。现在物归原主，你要是推辞的话，我真的没脸在侯府待下去了。清婉，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。你放心，以后你还是侯府千金。姐姐，你难道不想回自己的家吗？这贱人害我流落在外多年，侯府不但不弄死他，怎么还要继续留他？那个虎狼窝怎么能回去？你姐姐现在可是京城第1才女，未婚夫是宁国公的世子，要是把她送回去，我们侯府还做不做人了？宁清婉还有联姻的利用价值，能让侯府更上一层楼呢。大哥，我知道自己霸占了父亲母亲多年的宠爱，妹妹心里有怨气，不想看见我在这里碍眼。只要妹妹高兴，我愿意离开侯府。没有我填补侯府100万亏空，这宁国侯府马上就要被抄家问罪。我巴不得现在就跟侯府划清界限。女儿感恩侯府多年养育之恩，如今拜别，还请母亲保重身体。不是说宁国侯夫人最是人善吗？怎么连一个孤女都容不下？听说当年是侯府的奶妈调换了孩子，说不定就是宁国侯夫人苛待下人才导致的。当年的确是因为宁国侯夫人为了节省开支，克扣了奶妈的月例银子，导致奶妈家里的儿子没钱看病去世，于是奶妈才会怀恨在心，调换了孩子。姐姐，那你用我的马车回去吧。你给我闭嘴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可你是我一手养大的，你永远是侯府大小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。当年侯府刁奴故意用外面的女孩跟我妹妹调换，但质子无辜，我们侯府绝不是这般无情的人家。夫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带2小姐回府吧。我才是侯府真千金，走着瞧，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去的。
既然暂时走不了，那就玩玩吧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淡定？那位一回来就抢走了你的院子，将来指不定要抢走你的一切。这些本来就是侯府的，给他就给他吧。可侯府就是一个空架子，亏空了这么多银子，要不是您辛苦打理侯府的产业，侯府早就落败了。他们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都是您赚来的钱。是啊，上辈子我为了维持侯府的体面，呕心沥血的赚钱，可最后弥补上侯府100万银两的亏空后，却被一脚踢开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辈子没有我弥补100万银两的亏空，侯府怎么度过这一劫？这芳菲院的一切都是侯府千金的，包括这些珠宝首饰。某些人鸠占鹊巢多年，一个假千金还好意思拿这些东西？除了这几箱珠宝首饰，还有你的婚约，也应该是我的才对。识相的，你早点滚出侯府，回到你应该待的地方。小桃，按照侯府家规，下人以下犯上该怎么处置？下人多嘴多舌，应该掌嘴20。打吧。你敢？我可是……你们给我住手！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他就是一个没血缘关系的野种。你们居然敢不听我的话！回头我就让母亲把你们赶出府去！你们都愣着做什么？我才是侯府千金，还不快进来帮忙！你们别打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住手！你居然敢打二小姐的人，都活腻了吗？我们二小姐命苦啊，从小就被人代替了侯府千金的身份，吃尽了苦头，现在好不容易被寻回来，大小姐却肆意羞辱啊！母亲，我从来没想过跟姐姐争什么，只求能待在父亲母亲身边尽孝，可没想到姐姐这么容不下我。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辱你。夫人，这件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是二小姐她……住口！清婉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管理的下人，你平日里的贤良大度去哪儿了？母亲，这老妈子以下犯上，仗着妹妹性子软，不懂侯府的规矩，就胡作非为。我理应教训，免得将来这刁奴教坏了妹妹。若是将来在外走动，被各大世家的夫人看见，那妹妹的名声就毁了。竟然是这样，你做得很不错。来人，把这刁奴给我赶出府去！母亲，张妈小时候对我多有照顾，要不是她的话，女儿早就被搓磨致死，没办法活着见到母亲了。我的好女儿，母亲让人给她一笔银子作为补偿，回头给你挑选2个稳重可靠的嬷嬷，教导你侯府的规矩。要是教不好规矩的话，将来只会惹人看我们侯府的笑话。妹妹刚才不是还羡慕我有个好婚约吗？等你学好规矩，到时候母亲自然会替你寻上一门更好的婚事。上辈子宁清乐唆使这老妈子找了我多少麻烦，现在就先拿这老妈子开刀吧。母亲，张妈如今无依无靠，要是被赶出去没有活路的，被人知晓的话，会说我忘恩负义的。母亲，就把张妈留下来吧，随便安排一个差事就行，我以后一定认真学规矩。好，好，好，母亲答应你。还是母亲对我最好了，你们还不快放了张妈？吩咐下去，让张妈去2门外的洗衣房上职。姐姐，母亲都还没发话呢，这要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侯府是姐姐一个人当家。清乐啊，现在侯府的确是你姐姐当家，母亲身体不是很好，不适合劳累。什么？居然是这贱人当家？凭什么？你姐姐贤良淑德，把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在外素来有贤名，你要多多向你姐姐学习。母亲放心，女儿一定努力，将来也不差姐姐什么，毕竟我才是娘的亲生女儿呢。小桃，把管家钥匙拿过来。母亲，刚才妹妹有句话说的没错，我现在是一个外人，的确没资格继续管理侯府。以前我一直被母亲这些话蒙蔽，呕心沥血的打理这个家，最后却被一脚踢开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这么傻了。清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姐姐，你难道是因为要把这院子让给我住，所以心里有怨气吗？母亲，我是来加入这个家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。妹妹误会了，我这是为了你着想。母亲当初为了锻炼我，才让我打理侯府的一切。现在我贤名在外，多亏了母亲的教导。现在妹妹回来，自然需要母亲亲自教导妹妹。那是自然，如果不是我对你的悉心教导，你也不会如此优秀。母亲，那女儿以后跟您学习如何管家吧，我不会比姐姐差的。可我多年不管家，
不知这府里的开支如何？府里现在的开支不成问题，母亲不用担心。既然清婉这么懂事，那母亲就接受你这份孝心。母亲，那女子先告退了，毕竟收拾院子还需要时间。好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你妹妹说说体己话。小姐，夫人也太偏心了。当初您接手侯府的时候入不敷出，还不是您想方设法打理府邸的产业，还在外面经商赚钱，才让侯府不至于败落成破烂户。刚才夫人知道侯府开支没问题后，就直接夺走了您的管家权。小姐，我就是替您打抱不平。虽然您不是亲生的，可把侯府打理得这么好，侯爷跟世子在外面应酬，夫人平时听曲出门逛园子，这些所有开销全靠您一个人支撑着。用人朝前，不用人就朝后，哪有半分侯府的样子？不妨事，侯府账上的钱也只够支撑这1个月。至于以后侯府的开支来源，我就管不着了，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。小姐，可您在外面辛辛苦苦置办的铺子还有园子，就这么拱手让人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的终究都是我的。小桃，你帮我给胡商那边递个话，就说上次的合作有变动，要面谈。小姐，您能为自己着想就太好了。上辈子小桃也是一直为我打抱不平，只可惜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我就是靠着跟胡商做的这一笔生意，狠狠赚了一大笔钱，这才填补上侯府100万银两的亏空。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为侯府做嫁衣了。清婉小姐，晚上有12刻，夫人特意在正厅摆了几桌给小姐接风洗尘，希望您能早点到场给小姐祝贺。什么清婉小姐，大小姐都不会叫吗？夫人说了，小姐才接回来，为了防止外人分不清楚，还是区分一下比较好。我一定会准时到的。小姐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不明摆着告诉侯府上下，你不再是大小姐，这让你以后如何自处？这正合我意，将来离开侯府就简单多了。小桃更衣，我要出去。小姐，您怎么买这么多吃的？回头长胖了怎么办？重活一世，我要弥补上辈子的遗憾，吃遍天下美食，美好的生活，我来了。这位好汉，有话好好说。难道我美好的重生生活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？小姐，马惊了，快来人！这位好汉，你是劫财还是劫色啊？那个，如果你是劫财的话，我可是侯府千金，钱可以主动给你。如果你要是劫色的话，我劫色的话也能主动？这主动不了，但我可以帮你在怡红院找10个8个漂亮的歌姬，环肥燕瘦都有，你想要什么姿势都可以挑。这是侯府千金能说出口的话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宁清乐这么快就想灭口，可现在他才回到侯府，应该还没这么大的能耐。不说是吧？那就让你看看我这个侯府千金，不但能口出惊人，还能杀人分尸。别挡了，刚才我都看见你的脸了。这个杀手长得挺帅啊。外面的是你同伙？那什么，刚才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你可以选个死法，毕竟看过我脸的人都死了。完了，我美好的重生生活还没开始呢，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我真的可以选一种死法吗？你说话算话。我说话的算数。那我选择老死。杀了他，留个全尸。喂，你刚才可是承诺过，我可以选一种死法的，老死不算吗？你作为杀手头子，不能不讲信用。你们别过来啊！我可是宁国侯府的千金，你们杀了我的话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宁国侯府，现在是留他一命，先撤。怎么回事？这刀怎么还没砍下来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被宁国侯府的名头吓到了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赶紧回去吧。小姐，你受伤了。
那个杀手居然受伤了，那说明他此行根本不是冲着我来的，一开始就只是想挟持我，带我离开侯府门口那个地方而已。让阿峰去查查马车受惊的地方有没有出什么事情。幸好小姐回来的及时，不然就会错过晚上的接风宴了。小姐准备给那位送什么礼物？我倒是差点忘了这件事。小桃，你让人送一支春日梅花来，要新鲜的。今晚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你就这么不重视我们清乐？刘妈妈明明说的是酉时2刻，我们小姐没迟到。明明说的是酉时1刻，姐姐你听错了也没关系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我不会计较这些的。清乐性子落落大方，好好学学规矩，将来也是名门闺秀，为我们侯府争光啊！看在清乐的面子上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对了，席哥怎么还没来？我来迟了，等下自罚3杯给妹妹赔罪。人齐了就开席吧。清乐啊，这第一道是佛跳墙，你尝尝看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管家多年，怎么会出现这种差错？这要是摆宴席，闹出这样的笑话，侯府还怎么做人？为何会送2份佛跳亭过来？我们是小厨房的，夫人吩咐了要摆一桌，我们就照着做了啊。谁知道大厨房那边也做了，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夫人明明吩咐的是我们大厨房，我们自然要照做。够了，父亲，是我管理不当，以后一定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。我还以为是你知道不是亲生的，所以有了二心，故意这么做的。父亲息怒。姐姐，刚才你故意迟到，我就不计较了。今天可是我的接风宴，你故意给我难堪，让全府的人看我笑话吗？够了，你姐姐今天已经把管家钥匙都交出来了，这些事儿跟她没关系。大哥，您喝成这样，要是被父亲看见，又要责骂你了。有你在我放心，从小到大每次都是你帮我善后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看重的妹妹。大哥，我让人准备好了热水跟醒酒汤，还有给妹妹准备的礼物，等下也一并送过来。谢了。大小姐，您还对大少爷这么尽心尽力，可那位让你搬出芳菲院的时候，大少爷一句话也没帮你说。我自有我的想法。现在我孤立无援，得暂时找个同盟。什么？他把管家钥匙交给谁了？自然是交给母亲了。侯爷，我今天忙着安置清乐，就忘记吩咐厨房那边。谁曾想，谁让你把管家钥匙拿走的？你有这个能力管家吗？父亲，是我主动交出管家权的，毕竟我的身份如今特殊，的确不太适合继续管家。我以后会协助母亲的，您尽管放心。是啊，侯爷，我看了账目，府里的开支没有问题，你不用担心。你这几年把侯府打理得很好，辛苦你了，将来侯府不会亏待你的。谢父亲。行了行了，今天是妹妹回来的大好日子，不要因为这些小事闹得不愉快。重新上菜，我还给妹妹准备了礼物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贵重礼物。妹妹，这是春日梅花，特意赠与妹妹。什么破话，真小气！这就是最近流行的春日梅，果然不凡，大雅。哇，春天还有梅花吗？我以前从来没见过，谢谢大哥。这是送给妹妹的礼物。谢谢姐姐，但我更喜欢大哥送的，更有新意，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到的。我自然是比不上大哥聪明周到。这次多亏了您清晚。今晚我打算在1个月后举办一个赏花会，到时候让你妹妹在世家面前好好表现一下，对她将来的婚事也有好处。我听母亲的安排。你跟我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喂，冒牌货站住！看见了吗？下人都听我的话，但凡是不听我的话，就会被赶出侯府。妹妹好威风。那是，毕竟我才是侯府真千金，你就是一个鸠占鹊巢的野种而已。母亲说了，你拥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拿走，因为这是你欠我。可有一样你拿不走。是什么？我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你可以抢走这些身外之物，但你抢不走我的才华。听说妹妹没读过书， 1个月后的赏花宴，大家吟诗作对，
你连字都不认识，更别说超过我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，将他的舌头割了。等你成为一个哑巴，我看你还怎么在赏花会上吟诗作赋。住手！大哥，他刚才嘲讽我不识字。大哥，我原本是好心提醒妹妹，免得在赏花会上丢脸，想着给她找个好夫子教导，结果妹妹却觉得我在羞辱她。清婉，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来跟他说。上辈子我为了教宁清乐识字，不知费了多少心思，让宁清乐也成为了小才女，没曾想却被反咬一口。这次我看她怎么熬过赏花夜。大哥，你怎么帮着那个野种说话？我才是你亲妹妹。住口！看来的确应该让嬷嬷好好教你规矩，否则你将来只会连累侯府，成为笑话。来人，把二小姐送回芳菲院。在外面，我真不敢承认有这样的妹妹，还是清婉这样的妹妹比较贴心。大少爷，大小姐交出了管家钥匙，本来可以甩手不管，难得大小姐还一如既往的为您着想。她是为了讨好我，将来好留在侯府。也罢，只要她能一直这么懂事，我也不介意帮她留在侯府。谁让她有个好婚约呢？可要是国公府知道大小姐不是亲生的，会不会悔婚？你提醒的对，我得找父亲聊聊这件事。哼，谁让你自作主张拿走管家钥匙？你根本不善管家，弥补得了那些亏空吗？老爷，清婉现在是个外人，不适合继续拿着管家钥匙。再说了，我可以让她帮着一起管家，毕竟她的身份尴尬，只能拼命地表现她自己的价值，才不会被我们赶出侯府。这话有理，难得你聪明了一次。父亲母亲，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什么事？国公府知道您清婉的身份后，会不会退婚？儿子，你不用担心，毕竟要是当年没有换孩子这个乌龙，跟国公府订婚的本来就是清乐，大不了让清乐代替清婉。可妹妹一副上不台面的样子，国公府那边根本看不上她。你放心，我能教出清婉，还教不好清乐吗？我亲生的女儿，我只会更上心。这件事我先探一探国公府那边的态度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好好教导清乐的规矩，免得在赏花宴那天给我们侯府丢脸。是，老爷。厨房就送的这个。小姐，他们也太过分了，这摆明了是故意刁难您。自从您把管家钥匙交出去后，府里的下人个个见风使舵。那位二小姐打着学习管家的旗号，在府里天天立规矩，这样岂不是没有学习认字的时间？上辈子我几乎是争分夺秒给宁清乐灌输知识，这才没在赏花会上丢脸。这次没有我的约束，很想看看宁清乐能闹多大的笑话。小唐，拿几个银骡子去厨房，让那边送一只烧鸡过来。宁清乐这个蠢货，只要有钱，什么吃不到。小姐，小风来信了。居然是六皇子遭遇了刺客，那个杀手是冲着六皇子去的。可六皇子才5岁，就是个没实权的王爷。有刺客！抓刺客呀！侯府居然有刺客，小桃你出去看看。上辈子府里好像没有过刺客出现这回事。小姐，是侯爷那边发现的刺客，听说侯爷还受伤了。走，去主院。清婉小姐，侯爷吩咐了所有人不得外出，现在已经封锁府邸，寻找那个刺客。父亲怎么样了？可有受伤？我得去看看才放心。清婉小姐，侯爷没事，您请回吧，明天再来给侯爷请安即可。这件事有点奇怪。不是吧，这么倒霉？你放开他，我不会喊的。把门关上。清婉小姐，我们按照侯爷的吩咐搜查院子，您这边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这么晚了，管家还要到处搜寻贼人，当真是辛苦。但我这院子没什么异常情况，管家可以去别处了。当真？清婉小姐，可否让我进去看看？放肆！我的房间也是你们想搜就能搜的吗？可她现在已经不是大小姐了，管家何必拘她？管家，当年你的侄子惹祸，还是我替你摆平的，这么快就忘了？自然是不能忘的，但我也不能违背侯爷的命令。这样吧，我让女仆进来看一眼如何？你进去看看。看清楚了吗？我有没有窝藏贼人？
房间没有贼人。青婉小姐多有得罪，老奴先告辞了。小桃，只是晕过去，没死。你走吧，我就当没见过你。宁大小姐这么快就忘了，我们不久前才见过面。是你，那个没有底线的杀手。我没有底线。是啊，那天要不是我，你能逃走吗？刺杀皇族可是灭口九族的大罪，结果你还想恩将仇报，杀我灭口，这不是没底线是什么？本来是要杀你灭口，但却留你一条命，你应该感激我才对。那正好我们扯平了，两不相欠。你想做什么？要是我死了，你绝对逃不出去。喂，你醒醒！小姐，她醒了。说吧，你来侯府做什么？当然是刺杀宁国侯。你身后的人是谁？这是秘密，不能说。我们当杀手的还是有底线的。很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怎么死？我人美心善，允许你选一个死法。你能不能有点新意？这是我的词儿，更何况经常杀人的都知道，杀人容易抛尸难。你想好怎么解释了吗？你老实点儿，信不信把你埋得当花肥？正好我心中的花开得不够艳。如果我死了，我的人会告诉侯爷我是你安排的刺客。你以为侯爷会相信？要是放在以前，他肯定不会相信。可现在你不是侯爷的亲生女儿，他会不会觉得你怀恨在心，想要报复？宁国侯此人生性多疑，你以后恐怕没办法待在侯府。你卑鄙！你错了，我没想过要留在侯府。小姐，我们得去主院了。养好伤就滚。属下来迟，还请主子责罚。昨晚查到些什么？您声东击西离开后，我们发现宁国侯第一时间去了书房，把所有人都关在外面，在里面至少待了1刻钟的时间。心虚的人往往第一时间都会去检查最重要的东西，看来东西就藏在书房的密室。主子，昨晚除了咱们之外，还有一伙人已经被管家抓住了，去查看看是什么来路。主子，咱们先离开侯府吧，您的伤要紧。暂时不急。听说贼人已经被抓住了，联合2门外的下人开了后院的门，偷到了不少府里的财物。那咱们院的那个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不太对，你去找刘管事，就按我说的做。父亲，您没事了吧？没什么大问题。父亲，这里可是宁国侯府，谁胆大包天，居然敢行刺您？要不然报官吧，我刚回来就出现这种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以为是我给爹爹带来不幸呢。对，报官，免得传出不好的传闻。不能报官。姐姐，你难道想让我背负上这个骂名吗？父亲，对外就说是有盗贼摸进来，买通了下人里应外合。要是被人知道您被行刺，指不定会说父亲德行有亏，才会惹来刺客。还是清婉考虑的周到。你是怎么管的家？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。父亲，这怪不得母亲。我看也许是有人不喜欢我回来，更不想看见我跟母亲亲近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事。毕竟姐姐以前管家多年，想买通1、2个下人最简单不过了。的确，宁清婉是最有嫌疑的。把买通的那个下人带上来，审问一番，便知是谁指使的。侯爷饶命，都是大小姐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宁清婉，这次你死定了，我一定会把你赶出侯府的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居然敢污蔑我姐姐，你有几个脑袋？姐姐放心，虽然你不是侯府亲生的，但也绝对不会有人污蔑你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就是你，是你亲自指使我这么做的，说夫人夺了你的管家权，所以你要给2小姐一个教训。你个狗奴才，我才是侯府真千金，瞎了你的狗眼！父亲，这下人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他说的话不可信。放肆！来人啊，把这狗奴才拉下去，往死里打！一定要找出谁做的。这贱人可真难对付。父亲，您去休息吧，免得落下什么病根。是啊，侯爷。慢着，这件事还没结束呢。
小姐，在这老妈子房间搜到了跟贼人来往密谋的信件，还有二门的下人昨晚看见这老妈子在后院门口偷偷摸摸的出现过。是他给钱收买我，说是大小姐指使我这么做的。这不是清乐身边的张妈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就算姐姐把你送到江喜房，你也不能怀恨在心做这样的坏事啊！想想你家里的小孙子，父亲，是我没管好下人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我的女儿啊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都是这刁奴贪得无厌犯的错，跟你无关啊！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跟二小姐无关。我是怀恨在心，才会蓄意报复。来人啊，给我打死他！让那些人好好看看背主是什么下场。看清楚他是怎么死的。再有下次，趴在这里的人就是你了。我绝对不会再走上上辈子的老路了。侯爷，您打我做什么？你以为我眼瞎，看不出来昨晚的闹剧是清乐一手策划的吗？就算是清乐安排的又怎么样？他在外受苦多年，想出口气而已。可清乐才是我们的亲生的呀！但他却被清婉耍得团团转，就这点手段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，连清婉半点都比不上。哼，这样的蠢货女儿还不如不要。国公府那边回话了，只要清婉是我们侯府千金，那这门婚事就算数。人家是看上清婉聪明能干，清乐不愧是你生的，跟你一样蠢。母亲，救命啊！姐姐要杀了我！我的女儿别怕，有母亲在一天，就绝对不会让你低人一头。你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永远是侯府尊贵的千金小姐。宁清婉，我不会让你压过我女儿的风头。小桃，还是你机灵。刘管事办事牢靠，早就替您盯着这些了。虽然不少下人见风使舵，可也有不少受过您恩惠的人记着您呢。我记得刘管事的儿子读书不错，我写一封介绍信，让他儿子拿着去衡山书院吧。不知道那个男人走了没？我得去确认一下，他来侯府到底想做什么。是我。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这叫谨慎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大白天的，你让我怎么走？我警告你，今晚必须走，不然明天我就告诉父亲院子来了刺客。你之前说你不想留在侯府，为什么？这里不是我的家，何必在这里碍眼？对了，昨晚偷盗财物的贼人被抓了，你跟他们肯定不是一伙的，你来干嘛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我们需要做一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帮我在侯府找样东西，我可以帮你顺利离开侯府。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也能离开侯府。你一个穷困潦倒的杀手，哪来的这么大口气帮本小姐？那个女人居然说我穷，这些年有骂我是大奸臣，骂我冷血，还从没人骂我穷。您富可敌国，怎么会穷？对了，宁国侯府的赏花宴帖子发到咱们府上，要去吗？去，怎么不去？这次我要让这个女人看看我有多富有。宁清婉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二小姐，有个叫彩环的丫头来找您。什么二小姐？侯府只有我一个真千金，叫她进来吧。你出去。是。小姐，我在宁清婉院子里发现她在院子里养了一个男人。男人？那可就太好了。上次没能把那贱人赶出去，这次一定要抓个现行。他跟外男相会的事情传出去，国公府肯定不会要他了。走，马上带人过去抓奸。来人啊，把这院子给我团团围住！宁清婉，你不是自称才女吗？
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，从才女变成荡妇。姐姐，你可真是好情趣，现在就开始沐浴，准备跟外男厮混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走，去后罩房搜。站住！我的院子是你们想搜就可以搜的吗？姐姐莫是心虚了？闹够了吗？这不可能啊！明明说了有男人，怎么会不见了？今天的事情，妹妹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，那就去找父亲评评理。清乐，你还不快跟你姐姐道歉！我不，我才不道歉！你安排老妈妈私通贼人这件事已经被你父亲知晓，你要是再惹是非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对不起，母亲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，皆是因我而起，我想搬出去住，还请母亲同意。你想搬去哪儿？搬去寺庙小住，然后给父亲母亲祈福。搬走了也是一件好事。清婉啊，就算你要搬走，也要等赏花宴结束后再走也不迟。母亲，为什么不让她现在就搬走？你姐姐跟世家小姐素来关系好，让她带你去融入那个圈子。赏花宴后，她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还是母亲想的周到。夫人也太偏心了。二小姐污蔑您清白，青皮不道个歉就算了吗？好了，你出去检查一下院子，让丫鬟都好好待在屋内，不要乱走。明天我有话要说，是时候立规矩。你这个登徒子，打死你！就你这身子，你以为我稀罕看？我今天非杀了你当化肥不可！哼，这次算你走运。你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您的伤还没好，大夫说了不能沾水，更不能行男女之事。你胡说什么？殿下，您把那位的肚兜都拿出来了，还说没关系？看什么看？反正不是你想的那个。等到赏花宴那天，一定让那个女人好看。小姐，你那条粉色的肚兜呢？奴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仔细找找。贴身之物要是落在别人手里，就麻烦了。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。小姐，会不会是彩环那丫头偷偷拿的？去，重新找一条一模一样的作为替换，以防万一。我知道了，现在就让那些丫鬟嬷嬷到院中等候，一定要狠狠责罚彩环那个丫头。彩环，你上前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大小姐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。小桃，按照家规应该如何处置？被主求荣的家伙，按照家规打20大板，在竹处府外。那就打吧，所有人看着打完才能走，这就是被主的下场。如何？奴婢翻遍了彩环那丫头的东西，没发现您的肚兜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没在彩环那里，莫非被那个没底线的杀手拿走了？算了，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是小风的信号，胡商到了。给我更衣。上辈子就靠着跟这个胡商做的这一笔买卖，赚了上百万银两，堵上了侯府的窟窿，这才让侯府躲过了灭顶之灾。这次我要用这笔钱为离开侯府铺路。居然是那个没底线的杀手！小姐，您没事吧？算了，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暂时先放过这个登徒子。去查查他来这里做什么。小风，你去跟着刚才的人，看看他们去哪儿了，回头再找到那个混蛋算账。殿下，宁小姐去见了西市那个大胡商，听说这个胡商原本名不见经传，可最近几年忽然走了大运，每次运送的货物都能大赚一笔。难道宁小姐想做生意吗？
去查查这个胡商。殿下，有人跟踪咱们，要除掉吗？把人给我抓起来！怎么样，小风有下落了吗？还没有，小姐这可怎么办啊？那个没有底线的杀手究竟想做什么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让小风跟踪他。青婉小姐，夫人让您晚上去正厅用晚膳。知道了。青婉来了，快坐下用膳。青婉，正好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后天的赏花宴你就不要出风头了，带你妹妹多认识几个闺中好友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不知道妹妹这1个月学习如何？可会写什么诗词？我还不会写诗词。这1个月你都学了什么？父亲，女儿现在已经识得一些字了，就是时间太短，所以还不会作诗。可你姐姐当初启蒙，1个月就会作诗了。侯爷，青乐以前吃了不少苦，自然比不上青婉在侯府娇生惯养学得快。把你姐姐以前诗词全都给我背下来。赏花宴要是出丑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母亲，听说大皇子跟三皇子都要来，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我记得上辈子只有大皇子来了，三皇子未曾出现过啊。更何况三皇子跟侯府还不对付。母亲，我先回去准备能用的诗词，时间还足够，妹妹应该能背下来一些。母亲，我才不稀罕背她做的诗词。好了，你先乖乖度过赏花宴这一关，母亲替你想个办法，到时候替你出气好不好？小桃，去把我以前的诗全都整理出来。小姐，随便选几篇不就行了吗？照我说的做。妹妹，这些都是能用的诗词，你随便选几首你能背的就行。姐姐，这是母亲特意给你准备的新衣，好在赏花宴上穿，免得你说母亲偏心，不重视你。那辛苦妹妹了。小桃，给嬷嬷一点碎银子打酒喝。看来姐姐管家多年，偷偷存了不少钱啊。嬷嬷跟下人本来就是我们侯府的家奴，每个月领月例银子，何必还要打赏？这是母亲新定的规矩。母亲跟我说过，姐姐管家的时候不懂节约开支，以后府里可不能有这样的风气。姐姐莫不是想忤逆母亲？妹妹说的极是。小桃，看来这对母女最近花了不少钱，把主意打到下人身上。算你识相。后日的赏花宴，姐姐你一定要穿上这新衣啊。我知道了。拿这么多诗词给我，想炫耀什么？把这些全都给我烧掉。可是侯爷吩咐过，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卖了。小姐，我刚才把碎银子拿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那嬷嬷脸都绿了。照这么下去，不出问题才怪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手段一点也没变。上辈子穿着这套浸透了药水的衣服，在赏花宴被蜜蜂围攻，掉进水里丢尽脸面。这次我要以牙还牙。小姐，奴婢去花园瞧了一圈，虽说都是按照您往年的布置来的，可那鲜花都蔫了，水果跟冷煎点心都很少，看着也不新鲜，整个赏花宴格外寒酸。那对母女一点也没让我失望。青婉，你怎么住这么偏的院子啊？阿成，你从老家探亲回来了。早知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就不应该去老家探亲的。侯府也太偏心了，虽然你不是亲生的，可要不是有你支撑侯府的开支，侯府早就败落了。放心，我会离开侯府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小姐，赏花宴快开始了。今天的赏花宴不去也罢，一副寒酸上不得台面的样子。听说是你那个妹妹筹办的，果然一副小家子气。得去，不然你就会错过好戏了。唉，其实别看我才是侯府千金，可我姐姐掌管侯府多年，就算我回来也不敢跟她顶嘴。我的嬷嬷就是因为替我说了几句话，就被赶出侯府了。哼，宁清婉一向目中无人，要不是我母亲执意这门婚事，我哥才不会娶这种悍妇呢。姐姐，你快请坐，你才是侯府千金，凭什么给他这种鸠占鹊烧的野祖让座？更何况今天的赏花宴你才是主角，他就是个陪衬而已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
陪衬就应该在旁边待着，一个身份不明的野种，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上辈子的赏花宴也是如此，宁清乐跟穆小小联手羞辱我。穆小小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啊！吵什么吵啊？母亲，穆小姐替我打抱不平而已，没什么。你刚才跟穆小小口口声声骂我们家清婉是野种，现在就忘了吗？有这回事吗？我又没说错，宁清婉本来就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，为什么要硬塞给我哥？你给我住口！穆小姐，我虽然不是侯爷跟夫人亲生，可他们待我如同亲子，所以我从未因身份困扰过。穆小姐张口闭口说我是野种，岂不是质疑侯爷跟夫人？这就是你们国公府的教养。是啊，虽然清婉不是亲生的，可当年的事情并非她的错，所以我跟侯爷依旧待她如从前一般。宁国侯夫人真是善良仁义啊！你放心，我回去就好好教训小小。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未来儿媳的最佳人选。要不是国公府也指望找一个会管家赚钱的儿媳妇，我才不会找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进门。国公夫人，我自知身份不配，所以这门婚事还是就此作罢吧。清婉，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岂有你说话的余地？还不快跟清婉道歉！我不，看我回去怎么罚你！夫人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你千万不要责罚穆小姐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这就是二小姐吧？果然长得蕙质兰心。大小姐是京城第一才女，那二小姐多半也是才女。清乐，你赶紧做一首诗，就以今天的鲜花为主题吧。这鲜花早就蔫了，我看是宁清婉不想看见清乐出风头，故意这么布置的宴会。这鲜花本来就保持不了多久，蔫也正常啊。清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何必替她辩解？还有这些水果点心，又难吃又廉价。宁清婉为了让清乐出丑，可真是用心歹毒。穆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宴会是妹妹精心布置的呢。是你筹办的宴会？以前不都是宁清婉筹办的吗？穆小姐，我也是第一次筹办宴会，这些都是跟姐姐学习的，没想到闹了笑话。清乐第一次筹办宴会，大家还请谅解一下。清乐最近在跟夫子学习，所以对赏花宴就疏忽了不少。虽然我的才华不比姐姐，但我还是努力想成为姐姐一样的人。如果你当初没被抱走，那现在的京城第一才女是你才对。假以时日，你肯定能超过某些人。你二小姐，既然要以文会友，敢问你的表字是谁？什么婊子？我自问没有得罪陈小姐，你何必骂我是婊子呢？你们笑什么？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他们居然敢骂我！清乐，陈小姐没骂你，只是问你的字是什么。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你笑什么笑？你给我住手！谁让你动不动就打人的？母亲，女儿家的知识隐私，怎可随意告诉别人？字而已，怎么是隐私了？是您跟我说的，不能随意告诉别人。当初要不是这颗痣，你也没办法找回女儿。妹妹，陈小姐说的字，并非你手臂上的痣，难道说夫子没教你吗？究竟是什么痣啊？夫子可没说啊！真是丢脸死了！说什么努力学习了1个月，连婊字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头一次听见这么好笑的笑话。你这个贱人，故意给我下套是吧？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你一个小小的丞相千金，我父亲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你！放肆！你给我跪下！陈诚的父亲乃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就连大皇子都要礼让3分的人物，哪里是我们这种末流的侯府得罪得起的？我凭什么跟他道歉？我可是侯府千金！虽然是亲生的，但跟宁清婉比还是差远了。陈小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他才被接回来，还不懂规矩。既然不懂规矩，就不要让他出来丢人现眼了，就让他跪在这里1个时辰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我回头一定让人好好教教他规矩。大家移步大厅，我还请了舞蹈班子过来表演呢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你永远取代不了我。只可惜从今天起，外面就会传出你今天闹出的笑话。不过你也算是出名了。放开我！我可是侯府千金，回头我让母亲把你给卖了，你信不信？宁清乐，这才是一个开始而已。小桃，去看看那个丫头去哪儿搬救兵了。那个宁清乐真是个蠢货，
这下我不担心你在侯府会被欺负了。等下侯爷会带大皇子、三皇子，还有穆小国公爷过来一起看表演。侯爷的面子可真不小，大皇子年年都来捧场，这次甚至三皇子都来了。过奖了。我记得上辈子三皇子一直待在边关，他回来以后，侯府就出现了百万亏空这件事。三皇子带头打压宁国侯府，今天终于能见到这位神秘的三皇子了吗？我去先更衣。小公爷，我姐姐担心我抢走父亲母亲，可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姐姐总是仗着有管家钥匙就处处针对我。宁亲婉一向这么强势霸道，只知道管家，一点贤惠的样子都没有，哪像你这么温柔善解人意。没想到这两人在赏花宴之前就认识了吗？想不到京城第一才女宁大小姐好这口。来，别叫，否则我让人拧断你那个丫鬟的脖子。你还敢来？怎么，想我了？大胆狂徒！宁大小姐在这里看未婚夫跟妹妹在一起打情骂俏，跟你的胆子比起来，我这算什么？你怎么混进来的？是不是你绑架了我的人？还你的东西。你放肆！还给我！还给你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做梦！大胆！你竟然敢捏本王的耳朵！凌风哥，是有人吗？我过去看看。见过小公爷。二小姐，侯爷让您一起去乾坤见礼。知道了。你给我记住，气死本王了！小姐，需要我喊人吗？不用，帮我整理一下头发。刚才他自称什么本王，应该是我听错了，他就是一个杀手而已。姐姐，你怎么来得如此晚？清婉，你来的路上看见三皇子了吗？这老三去哪儿了？这不是来了吗？你是三皇子？这个杀手居然是那个神秘的三皇子！你在侯府迷路了，还是看上哪个丫头？是遇见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，还咬了我一口，居然敢伤皇子，这可是杀头的死罪！究竟是哪个不懂事的丫头冲撞了三皇子？我一定严惩！怎么办？这次就算了，本王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他一个小丫头计较。这怎么能行？我们侯府容不下这种下人。侯爷还看不出来吗？我这三皇帝是看上那个丫头了，找到以后直接送老三府邸就行了。老三在边关多年，身边也没个人，没想到是喜欢京城的姑娘。能被三皇子看上是那个丫头的福气，回头我一定亲自把人送过来。都入座吧。他居然是三皇子，那他是冲着侯府来的。他想找什么东西？跟当年侯府100万两银子的亏空有关吗？总觉得没这么简单。就算宁清婉不行，那也不能娶宁清乐这个废物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。老三，我跟你一起走。那我也不打扰了。回头我母亲去护国寺上香，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去。好，清婉，你过来送送国公夫人，陪夫人多说几句话。宁清婉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马蜂，这一下能去掉半条命。来人，保护大皇子跟三皇子。这下你死定了！救命啊！母亲，救命！怎么会这样？被马蜂围着的人应该是宁清婉才对啊！母亲，你快让妹妹跳进水里啊，这样马蜂就蛰不到了。对，清婉，你往水里跳！救命！妹妹是不是不会游泳？这可怎么办才好？来人，赶紧下水把小姐救上来啊！不行，清婉，你难道想眼睁睁看着你妹妹被淹死吗？母亲，你误会我了。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要是下人去救妹妹的话，对妹妹的名声不太好呢。对，咱们女儿家的名声最重要。找会水的嬷嬷跟丫头吧，快找会水的嬷嬷跟丫头把小姐救上来。要是小姐有什么事情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对母女对下人这么苛刻，谁会冒生命危险去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？母亲，救我！清婉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父亲，我记得您是会水的吧？对，我会水。
可我腿上的老毛病犯了，恐怕没办法把他救上来啊。侯爷，那这可怎么办啊？宁青鸾，你也尝尝我上辈子溺水的滋味。他都沉下去了。大哥，你做什么？你快回来！凌风，你给我回来！这可怎么是好？快请大夫，请大夫啊！你还不快把二小姐放下来！我就不送你了。我知道，不用送我。回头记得跟我分享一下后续啊。让两位皇子受惊了，是我们侯府的不是。无妨，宁国侯也不用送了，我让御医来给宁二姑娘看看。多谢大皇子。夫人，御医到了。御医，快请进来。母亲，不知我做错了何事？你做了什么，心里没数吗？我想不到你这么歹毒，居然这么害你妹妹！你给我跪下！母亲觉得是我把妹妹害成这样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明明应该是你。是我怎么？母亲怎么不继续说下去了？你竟然知道！好啊，你是故意的！怎么回事？侯爷、夫人，这衣服上浸泡了容易让马蜂发狂的草药。侯爷，是他对清乐的衣服动了手脚，把清乐害成了这样。父亲，我没有做过这种事。这是从清婉小姐房间里找出来的衣服。我用同一匹布料给你们姐妹做了一身衣服，为什么你房间里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？这你怎么解释？这你怎么解释？因为这衣服小了，不合身。我估摸是妹妹的尺寸，我不想让母亲为难，所以才会准备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穿上。你怎么管家的？连女儿的尺寸都弄错了。我也不清楚啊，我让下人去准备的，谁曾想弄错了尺寸。那也是你的失职。以前清婉管家的时候，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错误。侯爷，弄错尺寸的确是我的错，可清乐的衣服被他动了手脚，这是事实。父亲，我想让王嬷嬷看看这件衣服是否也有问题。王嬷嬷看我母亲做什么？这件衣服的确也有问题。父亲，这说明我跟妹妹的衣服同时被做了手脚，只不过我比较幸运，躲过了这一劫。一定给我查，把做手脚的人找出来。侯爷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去调查吧，一定会给女儿出气的。清婉，你管家多年对这些很熟悉，协同你母亲一起调查清楚这件事。是，父亲。侯爷，二小姐的伤已经上药了，再按照我开的药方抓药即可。她的脸不会留下什么疤痕吧？只要好好休养，忌口，不要让伤口碰水，不会留下疤痕的。管家，你亲自去送送。父亲，那女儿先告退了。小姐，多亏您警惕，要不然今天被马蜂蛰掉进水里的人就是您了。小姐，夫人也太狠毒了，居然这么害您！一定要让侯爷知道这件事，给您做主啊！没用的，他不会为了我一个外人做主的，但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小姐，这会是谁呢？还能有谁？那个登徒子。是谁？小姐，是我。你没事吧？那个人有没有为难你？我没事，一直被人关在房间，今天才把我放出来。那个人好像是三皇子的人，他就是三皇子。今天我已经在赏花宴上见到他了。小姐，三皇子真的是那个刺客吗？这件事务必咽到肚子里，谁都不能说。我知道了。滚！谁都别来看我，都滚啊！要不是看你是我亲妹妹的份上，你以为我愿意来看你吗？大哥，你别生气，妹妹还在生病呢，你别跟她计较。幸好你没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幕后使坏的人。大哥，关于这件事，我其实猜到是谁做的了，但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。你吞吞吐吐做什么？赶紧说！是王嬷嬷。不可能，王嬷嬷是我母亲的陪嫁丫头。大哥有所不知，王嬷嬷的儿子染上了赌博，王嬷嬷的小孙子生了疾病需要用钱，可母亲克扣了王嬷嬷的月例银子，平时的打赏也都没了。你是说王嬷嬷怀恨在心才会这么做？我已经查到是王嬷嬷亲自去药铺买的这个草药。大哥，你别忘了当年妹妹是因为什么被当时的奶妈调换送了出去。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去找母亲问清楚。消息都散播出去了吗？小风已经去了侯爷常去的茶馆，一定让侯爷听见那些谣言。
戏台子已经搭好了呢。这个贱人，你还敢来见我？想知道为什么马蜂蛰的是你，而不是我吗？肯定是你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我要告诉父亲，让他把你赶出去。这就叫做自食恶果。如果真查下去，你说会查到谁身上呢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别得意！我才是侯府千金，你连跟我提鞋都不配，你凭什么是京城第一才女？我呸！我实话告诉你们，王嬷嬷因为母亲克扣了月例银子，导致她的小孙子没钱治病，所以她才会故意调换了我们的衣服。你少来挑拨离间！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年你之所以会被奶妈抱走，就是因为你母亲扣了人家奶妈的月例跟赏钱，导致她的小孙子死了，才会蓄意报复。什么？听说了没有？宁国侯府新找回来的千金是个草包，连表字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说是长在胳膊上的痣呢。可都找回来这么久了，还大字不识一个吗？宁国侯府还为他举办了赏花宴，真丢脸啊！听说这次的赏花宴办得可寒酸了，貌似也是这位找回来的千金自己办的，跟以前的赏花宴完全比不了。这都不算什么，那位在赏花宴上被马蜂蛰了，掉进水里，被小国公救上岸，这怕不是故意想抢宁大小姐的未婚夫吧？母亲，这种刁奴绝对不能再留了，不然谁知道将来会做出什么事情。儿子，这件事是我安排王嬷嬷去做的。母亲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？青婉也是你女儿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她？哼，谁让她这么得意的？有她在，肯定会抢走你妹妹的风头。让她在赏花宴上出个丑的话，就能压一压她的风头了。这件事你千万别让你父亲知道。你这个蠢出出天的蠢货！侯爷，你今天不是去茶楼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是不是找到赏花宴是谁搞的鬼？目前还没有。是王嬷嬷对母亲克扣月例怀恨在心，所以才会故意在衣服上做手脚，把清乐妹妹害成了这样。儿子，你怎么……母亲，我知道你心软，可您不能再纵容这些下人。已经查到王嬷嬷身上，要是不让她顶罪，很快就能查到你。现在只能断尾求生了。你这个贱婢，居然敢做出这种事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关到柴房去！母亲，你应该把这种刁奴乱棍打死才对。清乐，你怎么出来了啊？大夫说了不能见风。母亲，一定要打死这个贱婢，他把我害得好惨啊！这件事我会处理的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我不，父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一定要杀了这个贱婢！当年我就是因为贱婢，才会被送出去，跟父亲母亲失散多年。来人啊，拉出去杖毙！夫人，救命啊！堵住嘴，快拉出去！痛苦吗？一点点失去身边得力的人，最后却无能为力的滋味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妹妹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跑出来了？要是脸上留疤了怎么办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少得意了！这就是他学的规矩吗？外面流言蜚语，他在赏花宴上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，我宁愿没他这种女儿。如果我从小在侯府长大，我不会比宁清婉差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老实待在侯府，什么时候规矩学好了，什么时候才允许出门见人。侯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教导清乐。既然这样，管家钥匙还是重新交给清婉。你看看你们办的赏花宴，根本上不得台面。侯爷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。你以为我没看账本吗？侯府要是再交给你管，早晚要被你败光。府里的账上还有多少钱？侯爷，我正要给您汇报这个情况，账上基本没什么银钱了。夫人跟小姐还有少爷都支走了不少钱，这才导致赏花宴没钱，布置得这么寒酸。父亲、母亲才是宁国侯夫人，理应掌管管家钥匙，我可以协助母亲管家。是啊，侯爷。不行，清婉妹妹，父亲这是把你当自家人，你也别见外了。除非你不想跟我们当一家人。母亲跟妹妹只会花钱，根本不像宁清婉一样能赚钱。谢父亲的信任，女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看来得想别的法子离开侯府了。侯爷，外面的流言蜚语有没有提到清乐落水被小国公爷救上岸的事情呢？你还有脸提？现在她名声已毁，将来我会把她嫁到外地去的。母亲，我不要嫁到外地去。侯爷，本来这份婚约就应该是清乐的，现在他名声也不好了，何不将计就计，让小国公爷娶了清乐呢？那清婉怎么办？清婉反正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又有我们宁国侯府撑腰，将来还能找到好人家的。
这件事你怎么想的？父亲，众人皆知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国公府这门婚事已经是女儿能够到的最好的亲事了，女儿不想让给妹妹。你有什么资格不想让？这本来就是你妹妹的婚约，是你霸占了她10多年的人生，你应该补偿她才对。可如果不是母亲苛待奶妈，怎么会发生交换孩子的事情？你还敢顶嘴？够了！这件事等我探一探穆国公府那边的口风再说。父亲，倘若我连婚事都保不住，那我就更没有能力管这个家了。我自请李府去寺庙清修，替父亲母亲祈福。你这是在忤逆我！你给我站住！定然是他知道账本上没什么钱了，才会这么着急让我拿管家钥匙，继续养着他们一大家子。反正我不管，这门婚约是我的，要是被抢走的话，我宁愿去死。那你就去死！父亲，您别生气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账目上就没钱了。如果不把管家钥匙给宁清婉，那咱们侯府的开支怎么办？难道让你我去做生意？那肯定不行，传出去岂不是有辱斯文？3日后，官眷都要去护国寺上香，让母亲跟国公夫人谈谈。小姐，那小国公爷明明跟那位拉拉扯扯，您为何执意要这门婚事？我这叫欲扬先抑，毕竟宁清乐什么都要抢我的，我越是不放手，他越是要抢。大小姐，丞相府的人来传口信儿，邀请您后天去护国寺上香。知道了。你妹妹最近关在家里养伤很无聊，特意想养戏班子在府邸，你赶紧安排好这件事。母亲，这种小事你直接让管家安排即可。你妹妹受伤，你这个做姐姐的难道不表示一下心意吗？我今天去护国寺就是为了给妹妹祈福，希望她早点康复，脸上不要留疤呢。大概是账上没钱，根本请不起戏班子，所以才让我去办这件事。想让我出钱，门儿都没有。小姐，小风说这段时间二小姐跟小国公爷书信来往十分频繁，还互相送礼物呢。继续盯着。都安排好了吗？看来是留不得她了。母亲，我也要去护国寺散散心，我都快被闷死了。好好好，我的女儿，你受苦了，今天母亲就要替你报仇。母亲打算如何教训那贱人？你且耐心等着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母亲跟国公夫人在偏殿喝茶呢，咱们到处逛逛。但我要先去祈福。那我在那边凉亭等你啊。希望菩萨保佑我这次能顺利离开侯府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女施主有何心愿，本王皆能替你实现。你这是对菩萨不敬，你就不怕有报应吗？你与其信泥土素的土人，不如信我这个活人。说吧，你究竟想对侯府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侯府不存在。我想这应该是你现在也想做的事情吧。毕竟你支撑侯府开支多年，可他们却心安理得地利用你，甚至还想毁掉你。毁掉我？你想做什么？本王要是想对你做点什么，还需要这么大费周章？赏花宴那天，我直接说是你咬了我，你父亲隔天就能把你送到我府上。别紧张，我是想让你看一场好戏。什么好戏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可是我为了咱们的交易特意给你的诚意。清乐，是你吗？居然是他们！宁清乐居然也来了这里。凌风哥哥，我在侯府快活不下去了。你别怕，我一定尽快跟母亲说娶你。本来你才是侯府千金，宁清婉身份卑贱，根本比不上你。可姐姐十分有手段，说服了父亲跟你成婚，那我可怎么办？今生要是不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宁愿死。清乐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心中只有你一人。他们私会而已，但你刚才说他们想毁了我。继续看。清乐，你觉不觉得有点热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清乐，你把帷帽取下来透透气吧，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不行，我要在你面前维持最漂亮的样子。难道说香炉有问题？清乐，我好想你。凌风哥哥，你会对我负责吗？你放心，
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原本在里面的人是我？不，比这更恶毒。宁国侯夫人特意安排了一个假扮和尚的地痞流氓，到时候再带着国公夫人前来撞见这一幕，彻底毁掉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这次我可是救了你，还特意安排了这场好戏。你准备拿什么感谢我？我答应跟你的交易，但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付宁国侯府。你也应该听说过我的事情。10年前我母妃去世后，我就去了边关。没错，当时萧燕的母亲陈贵妃很受宠，萧燕被传闻是下一任太子，可忽然陈贵妃就去世了，萧燕直接去了边关，大皇子成为了皇帝面前受宠的人。我母亲当年来护国寺上香，就是遭遇了跟对面同样的手段，她死得很冤枉，所以我要替她报仇。是啊，你母妃死后，得益最大的人就是大皇子。10年前我开始管理宁国侯府后，大皇子才跟侯府有所往来，在这之前根本没听说过侯府跟大皇子有什么交情。当年我彻查过这件事，但宁国侯当时已经败了，跟大皇子跟我没有任何交集，我才忽略了宁国侯府，才会导致没办法查清楚当年的真相。除非宁国侯参与了此事，想不到他做这些危险的事情是为了给母妃报仇，还以为他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找到证据，还你母妃一个清白。人来了，后面怎么做不需要我教你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的丫鬟毛手毛脚打翻了茶水，不碍事。大胆！究竟是谁敢在佛门清净之地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？母亲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公爷，怎么是你啊？作孽啊，作孽！来人，把床上那个勾引少爷的女人给我拉下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要脸！没这个必要吧？我会对她负责的。母亲，你让下人都离开。你还知道丢脸啊？难道床上的人是宁清婉？哎呀，国公夫人也别生气，爷们年轻气盛，控制不住也是有的，大不了直接带回去当个妾室。让宁清婉成为妾室，那么清乐就是正室。母亲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母亲，你这话问得好生奇怪。我不在这里，你觉得我应该在哪里呢？你，既然不是宁清婉，那床上的人是谁？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床上那个小贱人给我拉下来！我倒要看看是哪家不要脸的贱蹄子！怎么可能是清乐？这不对啊！把他帽子摘下来。清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母亲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你看看你做的丑事！你可是跟清婉有婚约的，传出去你还怎么做人？母亲，我喜欢的人只有清乐一个，他才是侯府千金，身份与我般配，还请母亲成全。你这个混账！小公爷，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您放心，我回头就让父母上门商量婚事，我一定会对清乐负责。我跟晨晨多聊了一会儿才过来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是你故意这么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母亲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既然你怀疑的话，那就派人好好查查这个房间是不是有问题。可你敢查吗？你不敢。好得很，回府。这次你输了，谁输谁赢还说不准了。你接下来回府打算怎么做？这是我的事，就不劳烦殿下担心了。拿着。这是什么？想我的时候就往天上一放，或者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用。我不需要这东西。话别说太早了。这不是传闻中的穿云箭吗？听说能号令殿下旗下的黑豹营，这么贵重吗？看来殿下对小姐挺好的呢。别胡说！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给我跪下！父亲，我跟小公爷是两情相悦的。侯爷，清乐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！事已至此，你打死他也没用，得赶紧让国公府来提亲，定下成亲的时间。清婉，这件事是你妹妹不对。父亲，母亲说的对，木已成舟，没办法更改，所以妹妹跟我一同嫁进国公府，这件事就解决了。你做梦！凌风哥哥才不会娶你！
这样也行。到时候清婉你当个贵妾，好好辅导你妹妹清乐打理国公府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了。这样的确可行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傻孩子，一个妾而已，到时候她的生死都捏在你手里，你还怕收拾不了她吗？你卑贱的身份，也就是个当妾室的命。我的意思是，妹妹当妾，我当正妻。让我当妾室，做梦！你一个野种，也配当小公爷的正妻？别做白日梦了。清婉，我们侯府把你养大，现在需要你回报侯府了。虽然说你是妾，但有你妹妹照看你，日子不会差的。父亲，众人皆知妹妹婚前失身姐夫，这个消息根本就藏不住。如果我成为妾室，妹妹失德反而是正妻的话，大家只会说得更难听。你给我住口！只要我们两家人守口如瓶，怎么会传出去？父亲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国公府那边如何说？国公夫人说，既然生米煮成熟饭，可以答应让清乐嫁过去。我就说，国公府不会放着真正的侯府千金不要，却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。但是他们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是不是让我们早日成婚？国公府的条件是2个都娶，但是你当妾，清婉当正妻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凌风哥哥不会答应的。这是穆国公府的意思。没错，国公夫人放话说，绝对不会娶一个婚前不检点还失身的女孩子进门当正妻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做妾，除非我死。来人，送一条白绫过来。要死早点死，免得丢了侯府的脸。那我等着妹妹下跪给我敬茶了。贱人，你休想！小姐，昨晚芳菲院闹了一晚上，还是没死。那位怎么舍得去死？但他不想死，就只能当妾，光是想想都解气呢。小姐，老爷那边让您去书房一趟。今晚啊，我知道昨天你受了委屈，所以我决定把管家钥匙交给你。从今以后，府邸的大大小小都是你说了算。父亲，女儿不能担此重任。想把我当摇钱树，继续养着侯府，做梦。清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昨晚跟国公爷已经说好了，你为正妻，清乐当妾。你作为一个孤女，要不是我们侯府，你能有今日？父亲，您误会了，我不久就要嫁人，不适合打理侯府的一切。清婉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跟你说实话了。宁国侯府即将大难临头啊！终于要说了吗？你也知道，咱们侯府曾经入不敷出，只靠在内务处支的银钱维持，这些年一共欠下100万银两。父亲，有大皇子在，咱们侯府应该不会有事吧？你有所不知，陛下要惩查世家侯府在内务府那边借的银钱，要是不在规定的日期内把钱还上，咱们侯府就要被治罪抄家呀！父亲，就算我管家，也只能维持府邸的开销，没办法填补这100万亏空啊。清婉，我知道你一向聪明有办法，侯府就全靠你了。否则等到治罪那天，你作为侯府千金也脱不了干系啊！清婉，算为父求你了。父亲，您别这样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们侯府度过这个难关，这辈子你妹妹都比不过你的地位。上辈子宁国侯也是这样下跪打亲情牌，哄得我为了填补这100万亏空，呕心沥血的赚钱，最后侯府渡过难关后，却把我一脚踢开。父亲，既然我要管家的话，那我继续住在偏院的话也不符合我的身份，所以我想住回芳菲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姐妹住一起，培养一下感情，正好教教她规矩。那女儿就先去忙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来人啊，把这些东西都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一个鸠占鹊巢的野种！妹妹，我这不是在打你，我是在教你规矩，免得你再做出有辱门楣的丑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！我才从父亲那里接了管家钥匙，从今天开始，府邸大大小小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。都愣着做什么？把正房收拾出来给大小姐住。
你住这里，那我住哪儿？自然是住在旁边的偏房，毕竟以后嫁到国公府，妹妹作为妾室也只能住偏房。现在你要提前适应一下你的身份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要告诉母亲！反了天了！我看谁敢让我女儿搬出去！母亲，她仗着有管家钥匙就要把我赶出去，还不快给你妹妹道歉！母亲，我搬回来住可是父亲亲口同意的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尽管去问。可我是你母亲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，不然我就去府衙告你忤逆不孝。如果母亲再闹，那我只好告诉父亲，你这些年背着他偷偷给娘家补贴了多少钱，到时候父亲恐怕会休了你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在跟母亲讲道理，你恐怕还没走到府衙，父亲的休书就写好了呢。小桃，送客。母亲，你就任由这个贱人欺负我们吗？你有所不知，咱们侯府有大麻烦了。目前只有宁清婉这贱人能想办法救咱们。母亲，我们侯府怎么欠下这么多钱？清乐，你父亲的官职收入不多，平时为了维持侯府的体面，处处都要钱。这些年都是宁清婉赚钱维持侯府的开支。母亲，只要咱们找出他赚钱的法子，再取而代之不就行了？能行吗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难不成让他一直打压咱们吗？我让人去查。宁清婉，你得意不了太久的。真好，我又回来了。小姐，刚才可真解气。吩咐厨房，二小姐养病需要吃清淡的食物，还有府邸要节省开支，侯夫人那边不必要的开支全部停止。小姐，我懂，我马上去吩咐。等等，先给我更衣，我要出去见见那个胡商，必须要尽快安排后路了。怎么是你？怎么，看见我很失望吗？我有急事，你不要耽误我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听说你们姐妹两人一起嫁入国公府，这么说也没错。你就这么喜欢穆家那小子？毕竟我一个身份不明的孤女，能嫁入国公府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能叫福气吗？你为什么不干脆成全那对狗男女？我是故意恶心他们的。那你也不能拿你自己的人生大事开玩笑啊！你想做什么？殿下，你这么担心我的终身大事，你喜欢我啊？开什么玩笑！本王身边美貌姬妾多的是。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说正事，我让你找的东西就在宁国侯的书房。书房？准确的说，是书房里的密室。可我打理侯府多年，也没发现书房有密室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所以这说明宁国侯隐藏得很深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找出密室在什么地方。你找那个胡商是缺钱吗？本王有的是钱，养得起你。可那也是殿下的钱。本王的意思是，可以借给你，不收你的利息。毕竟我们是合作的盟友关系。没必要，我是为自己的将来铺路。对了，宁国侯说陛下要清查内务府的亏空，要是世家没办法补齐亏空，就要被抄家问罪。这是你安排的吗？没错，但我跟你保证，到时候会让你顺利离开胡府。殿下，我这个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更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上。上辈子我已经吃过一次亏，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行，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随时开口。小姐，我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我。小风，你去看看是谁在跟踪。小姐，是宁国侯夫人身边的人。如果最近有人接近你谈生意，你就假装跟他们合作。您放心，我只跟大小姐合作，别人我都信不过。宁清婉，像你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，也妄图成为我的正妻，你赶紧跟我母亲说，你自愿当妾。你敢打我？我是不可能给你当妾。你有本事就跟你母亲说不娶我。国公夫人看上我，也是因为我会赚钱管家，想把我娶回去当摇钱树而已。你站住！我要去见清乐。给我把他拦下来，不准他进去。凌风哥哥，把二小姐给我拦下来！放肆！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你们敢拦我？父亲命我打理侯府，我自然不会让你败坏了侯府的名声。把小公爷请出去，关门。等将来你进了门，看凌风哥哥怎么收拾你。让他跪下。今晚我
我才是侯府真千金，你个冒牌货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因为侯府的开支都指望着我呢。你这种坏了名声的女儿，在侯爷的眼中没有任何价值。你胡说！信不信由你。二小姐违反家规，让她在这里跪1个时辰。谁要是敢阳奉阴违，直接逐出府去。宁清乐，你现在看清侯府是什么地方了？你跟他们不愧是一家人，所以你也尝尝被抛弃的滋味吧。密室究竟在哪儿呢？清婉，你在找什么？父亲，我在找账本。之前母亲管家时的账目有问题，我想找以前的账本对一下。他的账目有什么问题？这我不好说。说。其实母亲这些年一直暗中补贴娘家，特别是这个月，母亲管家以后补贴了10万两银子。混账！侯爷，夫人请您去前厅。侯爷，他现在终于露出真面目了，让清乐在院子里罚跪呢。罚得好！以后你再敢私自跟小公爷见面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可再怎么也不能让清乐跪着，他有什么资格？还有你，侯府本来就不富裕，你还偷偷补贴你娘家，让他们把钱吐出来，不然我立刻休了你！侯爷，你不能休了我呀！你现在终于不装了吗？你说过不会告诉侯爷的。我就说了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上辈子我把你们当做最亲近的人，却被你们害死。这次你们自己去死吧！反了，快去请大少爷回来给我做主啊！等大哥回来，一定要收拾宁清婉那个贱人。大少爷，小姐在午睡，容我通报一声。滚开！一个贱婢也配来阻拦我！大哥，谁惹你生气了？少假惺惺了，居然怂恿我父亲休了我母亲！大哥，你消消气，在你眼中我是这样的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清乐罚跪，还让父亲休了我母亲？妹妹罚跪是因为她非要去见穆林峰，我是为了她好。母亲那边是偷偷补贴了10万两银子给娘家，被父亲发现了。10万两？是啊，大哥之前不是还抱怨说母亲管家不给你支钱吗？就是因为母亲把钱都给舅舅。母亲也真是的，怎么能给舅舅这么多钱？我上次跟同窗去花楼去喝酒，都差点没钱结账。父亲说写休书是吓唬母亲，大哥去劝劝母亲。这些年母亲偷偷给舅舅的钱加起来少说也有30万两，如果能拿回来的话，咱们就能更快填补上内务补的空漏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马上去。小桃，小姐，我没事，快请大夫。小桃，我一定会替你出这口气。小姐，您别为了我做冒险的事情。上辈子宁琪跟同窗去喝花酒，为了一个花魁一掷千金，甚至还起了冲突打死人。但如果这次宁熙被别人打死，我要让宁国侯府绝后。管家怎么在这里？难道是宁国侯起了疑心？侯爷吩咐我把账本送到芳菲院，省得大小姐来回跑。好的，那就麻烦管家了。看来得另外想办法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少爷出事了！大少爷出什么事了？大少爷在花楼跟人起了争执，被对方打得吐血。我们已经把大少爷抬回来了，快请大夫！等下，父亲跟大皇子素来有交情，让父亲求大皇子请御医过来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小桃，晚点过去看看热闹。小姐，您不用为了我一个奴婢这样的。你对我来说才最重要。对了，你让小风把府邸的建造图纸找过来，我看看。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啊！母亲，大哥一定会没事的。闭嘴，不要打扰御医看诊。令公子伤得太重，已无力回天，准备一下后事吧。不可能，我儿子怎么可能有事？他白天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你还有脸说？他去花楼，你怎么不阻止？我一个内宅妇人，如何能阻止他呀？你为什么不阻止你大哥？当初也是你跟我说他喜欢去花楼的。姐姐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想害死大哥。宁清婉，你害死侯府唯一的独子，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？父亲，大哥平时去花楼只是跟同窗喝酒应酬，并未出什么事，偏偏这次发生了意外。我觉得肯定有人故意针对我们侯府。你在找借口。本来世家亏欠内务补银子是常事，怎么忽然就要彻查？还有咱们侯府赏花宴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后，现在大哥又出了事，是不是我们得罪了谁？
难道是三皇子怀疑上我了？这次彻查内务府欠账，也是三皇子欠的仇。接连的风波，长子出事，冲着侯府而来。父亲，究竟是谁？您说出来，我也好替您分忧。侯爷，你倒是说呀，究竟是谁要针对我们侯府，让大皇子替我们做主啊？是啊，父亲，我们可是侯府啊。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。那我们的儿子怎么办啊？我去找大皇子想想办法。父亲放心，我会再请大夫过来给大哥诊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救回大哥的命。辛苦你了。去把全城有名的大夫都请过来，不管多名贵的药材都买回来，花多少钱都行。可账上没多少银子了。你是怎么管家的？账面上都没钱了，是不是你贪污了？如果妹妹这么认为的话，那我这就把管家钥匙交出来，由妹妹来管家吧。清乐，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？今晚啊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你大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麻烦母亲照看大哥，我去想办法筹钱。让人去舅舅家，让他们还钱。小姐，您真的要筹钱吗？当然，把那些我置办的铺子、田地全都卖了换钱。你让胡商安排人去买，一定要把价格压低。明白。这应该是小峰送过来的。小姐，你看这个做什么？看看书房有没有密室，看起来没问题啊。小姐，要不要去书房外面转转？说不定就能发现不对了。图纸可以作假，但建筑不会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小桃，记录好部署。好啊，宁清婉，你居然一个人在这里躲着偷懒，终于被我抓到了吧？我做什么不需要跟你交代。我看你就是心虚了，我一定会告诉父亲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你们怎么在书房外面？管家，你来的正好。他在书房外面鬼鬼祟祟，肯定是想偷东西逃走。大小姐，您在书房外面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有点心烦，本来账上还有一些钱，可都被母亲给花光了。目前侯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，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怎么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母亲把钱都花在府里了，可从来没乱花过。没错，你可别污蔑我。账目上的钱花到哪儿去了？我想妹妹比我清楚。如果你们非要跟我争辩，那不如就查账吧。你们敢吗？哼，我看你就是在这里偷懒。大小姐，侯爷回来了，让您过去一趟。好。你不去照顾你儿子，怎么在这里？老爷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宁清婉，他偷偷低价败卖我们府邸的产业，多半是想携款潜逃。清婉，有这回事吗？的确有这回事。看吧，父亲，我没有说错吧？侯爷，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现在侯府遭难的时候就想着逃走。父亲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才会出此下策。你就是在狡辩。父亲，我一开始让人去舅舅府邸要钱应急，可舅舅直接把下人打了出来。大哥又急需用钱买药请名医，我不得已才只能低价卖了铺子换钱。你去找你舅舅要钱做什么？母亲，这些年你明里暗里给了舅舅30多万白银，难道要一点回来给大哥治病也不行？你这个蠢货！如果你不能把这笔钱要回来，我就休了你！父亲，你就这么相信他这个外人说的话吗？不然我相信你这个只知道花钱的废物吗？侯爷夫人，大少爷醒了。居然没死啊，命可真大。我的儿子，你总算醒了。要是你出事的话，我可怎么活呀？大哥，这几天我跟母亲照顾你，都没怎么睡呢。既然醒了，就好好休养，以后不要去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。我怎么动不了？怎么会动不了？儿子，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？快去请御医来！侯爷，借一步说话，就在这里说，我听。宁公子伤得严重，虽然醒过来了，可以后也只能瘫痪在床上了。看吧，报应还是来了。怎么可能啊？会不会这个御医不行？你不是找了很多名医来吗？对，也许换个名医就能治好了。大哥，你也不要太担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父亲，我最近需要频繁出府邸，亲自去找名医给大哥治病。你去吧。父亲，你就这么相信宁清婉吗？闭嘴！这个时候他能四处替你大哥奔走，还能替侯府赚钱，你能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也能替侯府赚钱，并且填上100万两银子的空洞呢？宁清婉那个贱人能做到的事情，我同样能做到。就凭你，别痴心妄想了，你还是乖乖待在侯府，少给我惹麻烦，不然我直接把你赶出侯府。清乐，你别把你父亲的话放在心上，回头等咱们成功以后，他自然会对咱们刮目相看。母亲，那个胡商愿意跟咱们做生意了吗？还没松口。母亲，
只要咱们再让议成立，我就不相信那个胡商不动心。毕竟商人只看重利益，他肯定会心动的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去谈。这次我亲自去。小桃，数据都记下来了吗？我记着呢。我知道密室在哪儿了。可是书房平时下人都不能轻易靠近，就连打扫的时候都需要管家在场。是啊，自从上次被撞见后，也不让我在书房单独看账本了，需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。告诉小风去三皇子府，我要亲自跟他商量这件事。小姐，花灯节都过几天才开始，没想到今天就这么热闹了。等下我们出去逛逛。殿下好雅兴，喜欢吗？送你了，反正也是路上随便买的。可我不喜欢这种花灯。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你别误会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我发现书房的密室在哪儿了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我亲自去府邸外面测量了长度跟宽度，发现跟图纸对不上，说明这里有问题。殿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忽然发现这女人长得还挺好看的。那个，虽然说找到了密室在什么地方，但书房一直的守卫很严密，并且定期有人去查看。万一打草惊蛇的话，他说不定就会转移证据。听你的意思，我们必须一次成功。对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会想办法制造一场混乱，比如火灾。但你的人需要冒险去书房的密室，即便宁国侯发现，也只能以为证据被烧毁，这样也能给你争取更多的时间。这样的确是最好的办法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等安排好以后，会让小风来找你。如果有意外的情况，我会用穿云箭通知你。可以。既然谈好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不是说要去逛逛吗？正好本王也没什么事情，可以一起去。殿下，跟女孩子一起逛街啊，可是要结账的。你瞧不起本王吗？就算你把这条街买光，也花不穷本。公子，给您夫人买一串糖葫芦吧。老伯，他不是……你这些我都要。哎呦，嘿嘿嘿嘿，想吃哪串，随便挑。好甜啊！你要不要尝尝看？这是我吃过的。的确很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府了。好酸啊！是吗？是有点酸。小姐，我觉得殿下得喜欢你。你别胡说。姐姐，你不是出门找名医给大哥治病吗？怎么会跟一个野男人逛灯会，偷偷私会？你看错了。我不会看错，你就是跟一个戴面具的男人约会。我等下回去一定要告诉父亲，要是让国公府知道，肯定不会要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你大可去告状，但父亲不会责罚我的。毕竟目前侯府的开支，还有妹妹你吃的用的，都要靠我呢。靠你？每顿饭让厨房给我送小菜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。那看来你还不蠢。你给我等着瞧，你很快就得意不起来了。今天我跟胡商已经商谈好了合作，宁清婉，你已经出局了。小姐，今天宁清乐去见了胡商，您猜的没错，他们果然是想抢走您的生意。哼，可他们没想到那个胡商只是一个傀儡，我们小姐才是幕后的老板。小姐，胡商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答应跟宁清乐合作了，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难道真的看着他抢走您的合作吗？他们想抢走我的生意，当然要付出代价。告诉胡商，让他们提前交10万两银子的定金，才答应合作。10万两银子是榨干侯府后全部的钱了。小桃，你吩咐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府邸所有开支减半，厨房只吃青菜，衣服采买全都停止。小姐，您这么做的话，府里用不了几天就要翻天了。我要的就是掀翻这侯府的天。本来还想着怎么制造混乱，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桌上这些能吃吗？你就是这么管家的？父亲，姐姐卖了咱家这么多的铺子，手里这么多银钱，却一直捏在她自己手里呢。侯爷，您现在总算看清楚了宁清婉的真面目了吧？宁清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爱吃不吃。别忘了，你一介孤女，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侯府给你的。
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你做什么？不是嫌弃饭菜难吃吗？那就别吃了。父亲，自从您把管家钥匙交给了姐姐以后，他就在府邸作威作福。我告诉你，宁清婉，我能把管家钥匙给你，也能收回这项权利。你真以为你能做侯府的主了？我一点儿也不稀罕这管家钥匙。你们之所以让我管家，不就是想让我赚钱养着偌大的侯府吗？你胡说！侯府自己有这么多的产业，你只是打理一下而已，根本不需要你赚钱。可你忘了这些铺子都是我辛辛苦苦赚钱了以后买回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侯府把你养大，你能过千金小姐的生活吗？这些年，你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我给你们的，我欠你们的，早就还清了。侯爷，把他赶出侯府，不能让这小家精留在家里了。宁清婉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你自己不是亲生的，所以一直以来跟我们生闷气，但我们好歹是一家人，你非要在这节骨眼上闹脾气吗？至少现在侯府的100万两银子的窟窿还没贴上，还需要宁清婉出力，暂时还不能把他赶出侯府。侯爷，您不能心软啊！知道他为什么不赶我走吗？因为侯府的100万两银子的亏空还没填补上呢，你们的命都掌握在我的手里。宁清婉，只要你留下来帮着侯府度过这个难关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那我要他滚！好，我答应你。父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谁能帮侯府度过这难关，谁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来人啊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侯爷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把我们的亲生女儿赶走啊！明明我才是侯府千金，应该被赶出去的人是你。谁对侯府有利，谁才是侯府的千金。你要是敢踏出去一步，我就跟侯爷说把你也赶走。清婉，虽然我不是你亲生母亲，好歹我也把你养大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因为赏花宴上你故意让我穿有问题的衣服，想让我被马蜂蛰了出丑。因为在护国寺上香时，你想让贾和尚毁了我的清白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做过这些。你做没做过心里有数，不要在我面前装母女情深的样子，看着令人恶心。关门。上辈子我把你当做亲生母亲一样对待，处处替你着想，可最后你却狠心把我抛弃。这次该我抛弃你了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救救我！作孽啊，作孽！对了，你安排人把小姐送到护国寺，对外就说她去上香祈福了。夫人，那个胡商那边传消息说，只要咱们给10万两银子的定金，就跟我们合作。这可真是个好消息，你派人回话就说我同意了。可夫人，咱们怎么拿得出10万两银子啊？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就算砸锅卖铁，也要凑齐这么多钱。宁清婉以前就跟我说过，这次的生意能赚上百两银子。等您填补上侯府的亏空，以后侯爷也会对您礼让3分的。那当然，那个时候就是宁清婉的死期了。小桃，派人给宁国侯夫人递话，想要把我彻底赶出府邸，就要去官府把我的名字从户籍上划掉。好的，小姐。夫人最近偷偷开了库房，卖了里面所有的东西，甚至连老爷的私库都没放。这些还不够，暗中找人联系宁国侯夫人，说可以买祖传的祭田、园子、山林，但价格要压一压。明白了，告诉小风去给3殿下传消息，就说3日后起火。这些是10万两银子。夫人真爽快，那这次我就跟您合作了。一言为定。走，去寺庙接清乐回府。宁清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母亲怎么没来？大约是在闹脾气吧。侯爷，你把她带回来做什么？我说过，我不认这个女儿。我知道你是因为宁清婉能填补上侯府的亏诚，才对她一再忍让。你知道还把她带回来？父亲，女儿跟母亲也想到办法，可以赚到100万两银子，填补上咱们侯府的亏空了。什么？妹妹，我知道你很想回来，
但也没必要撒这么大的谎言吧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姐姐，我早就打听清楚，你是跟那个胡商合作，才能赚到这么多的钱。你知道又如何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那个胡商已经跟我们合作了。不可能，他一直以来都跟我合作，不会跟你们合作的。哼，你以为胡商跟你合作是因为你吗？还不是因为看上我们侯府的权势才会跟你合作。我不过就是找他谈了谈，他就答应跟我合作了。我不相信。姐姐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看，这个是契约书。你跟胡商之前只是口头约定，并不作数的。你们可真卑鄙啊！姐姐，这次该你被赶出侯府了。父亲，这是女儿献给父亲的礼物，将来咱们可以长期跟胡商合作，将来也不用为开支发愁了。晴乐，其实父亲把你赶出府邸去也是逼不得已，你不会恨我吧？父亲，女儿怎么会恨你呢？我知道这你都是被宁清婉逼的。还是你懂事啊！果然不是亲生的，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老爷，你赶紧把他赶出去吧！我还特意让人去官府办理了户籍文书，把宁清婉的名字划掉。他现在跟咱们侯府再也没有半分关系了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听到了吗？赶紧滚出侯府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们这些年吃我的用我，现在就想过河拆桥了吗？我告诉你们没门儿！你做什么？快住手啊！这些可都是古董。我做什么？当然是拉着你们一起死啊！侯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还不快追！一定要阻止他到处放火！管家，管家！一起死，都一起死！快抓住他！不要让他砸了我的古董花瓶，别让他点燃了库房！来人啊！快把我的珠宝首饰都拿出来，不要被烧毁了！管家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！反正我烂命一条，要死也要拉着你们颠背！居然敢纵火烧府邸，我一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三殿下的人应该已经去了书房吧？侯爷不好了，书房着火了！书房怎么会着火？应该是火星被风吹过去，这才点燃了书房。一群废物，都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救火！怎么样了？拿到证据了吗？为什么不用穿云箭让我们救你？杀鸡焉用牛刀，就这么一支，用了多浪费。你傻不傻？你这次用了，我再给你一支穿云箭不就行了？谁让你替我节约的？脸疼不疼？很疼呢。我给你带了药膏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替你出这口气。我自己来吧。这里没有镜子，你看得见吗？别动，我来。殿下对每个女孩子都这么好吗？你是第二个。哦，还有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。我以为你要问第一个是谁。算了，不问了。第一个是我母妃，不能走。现在还不行，我要是无缘无故消失的话，宁国侯肯定会怀疑，也会提前做准备。这样一来，你拿到的证据就不能一击必中了。这是本王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。走。三殿下，我要拿到户籍文书，堂堂正正的离开侯府。可他们一定会折磨你，不会轻易让你走。三殿下，我们本来就只是合作的关系，现在你也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了，你没必要再来了。宁清婉，你究竟是真不懂，还是在装不懂？小姐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走？我不能这么自私。他独自去边关多年，就是为了回来给他母妃复仇。我比谁都清楚想要复仇的心情。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了？书房烧毁后，宁国侯就派人把废墟翻了遍，最后出门去找了大皇子。宁清乐搬回了芳菲院，小桃被送去了洗衣房。侯府现在是夫人一个人说了算。你想办法让宁国侯知道10万两银子的事情，我很快就能脱身。您想用10万两银子换取自由？用侯府的钱买我自己的自由也不亏。母亲，我觉得应该把宁清婉那个贱人送到青楼去。你把库房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吗？侯爷，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交合作的定金。我不管这么多，你既然想管家，那就想办法维持侯府开支，不然我就纳一房富商之女当平妻，
绝对不能让外人笑话侯府没钱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母亲，这还不好办吗？我听说皇上王老爷的第8房妻子去世了，正想着娶一门世家女当太太呢。是你故意把我母亲变卖库房首饰的事情告诉父亲的，对吧？是又如何？做个交易吧，我可以出10万两银子给你们交差，但前提条件是你们得放我离开。这就是你原本的计划吧？只可惜你不会如愿以偿。来人，给他换上新娘子的衣服。放开我，我不穿！你们想做什么？我可是跟国公府有婚约的。跟小公爷有婚约的人是宁国侯府千金，也就是我。你一个被暴揍的孤女，身份如此卑贱，真以为国公府会要你吗？你纵火企图弑父弑母的事情已经被国公府知道，他们已经同意我跟小公爷成婚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侯府的人，你们没资格左右我的婚嫁之事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我跟你说，富商王老爷家里很有钱，将来你嫁过去就是享福的命。我劝你还是听话点，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。那个富商虐死了7任老婆，这福气干脆给你吧。我可是侯府千金，身份尊贵，哪是你这种卑贱之人比得上？这次我终于把你踩在脚底下了。你们放开我们小姐！贱婢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打死！不要！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你当初怎么打死我的嬷嬷，我今天就怎么打死你的贴身丫头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小姐，我不怕，我就是担心你。李清婉，你究竟做什么了？不管你现在做什么，都来不及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刚才的穿云箭是谁放的？父亲，这穿云箭是小桃放的，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糊涂！这可是黑虎营的穿云箭，可以召唤调动几万精锐将士，足以把我侯府踏平。可三皇子的穿云箭怎么会在宁清婉手里？父亲，这一定是他偷来的。他真的来了。见过三皇子殿下。殿下来的正好，我姐姐偷了您的穿云箭。对的，他还私自放出来打扰了殿下，如果要怪的就怪他了。对对对，跟我们侯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不快让宁清婉给殿下下跪道歉！谁敢动本王的女人？这支穿云箭是我给他的。三殿下，您怎么会给他穿云箭？殿下，您不用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故意这么说。你听不懂人话？来人啊，张嘴！清婉啊，你什么时候跟殿下好上了？怎么也不告诉为父一声？上次的赏花宴就是他咬了本王一口，一来二劝上，所以给了他穿云箭护身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了。这件事三殿下在负责，要是宁清婉嫁给三殿下的话，侯府就没事了啊。宁国侯，你好大的胆！这是要把本王的王妃偷偷嫁出去。他说我是他的王妃。三殿下，他们想把小姐嫁给那个虐死了7任老婆的富商，你一定要替小姐做主。殿下饶命，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，都是他们自作主张，跟我没关系。那宁国侯是不是得清理户？我马上写休书休了他，再把那个女人的女儿赶出侯府，从此我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。父亲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们？你别忘了，是我帮你度过100万的亏空啊！你们母女离我有多远滚多远！宁清乐，你以为这侯府是什么福窝吗？现在你看清楚这侯府是什么地方了。管家，赶紧把他们母女赶出去！不用这么麻烦，反正等下你们都要一起被带走。殿下，我对这件事真的不知情啊，完全是这对母女自作主张。你这个混蛋！我给你生儿育女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这是父皇的圣旨，宁国侯府亏空100万两银子，多年不还，现褫夺宁国侯的爵位，一家人永久流放宁武塔。还请宽容我几天时间，我很快就会补上亏空的。没错，我们很快就能赚到100万两银子了。你们该不会还在等那个胡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才是胡商背后的人，从始至终跟你们合作这件事就是一个局而已。你怎么能这么狠毒啊？你们刚才还要把我送给狠辣的富商田长，想要置我于死地不说，还要拿我来换钱。我要是不和，那今天死的人就是我。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我们侯府的人，要是我们被流放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是不是也忘记了，几天前你把我的名字从户籍上划掉了？我现在跟你们侯府没有任何关系。完了，
现在全完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回这个家的。我现在就走，我不跟你争了还不行吗？现在才后悔，晚了呢。把他们全都带走。上辈子你们把我利用完就丢弃，这次也终于轮到你们罪有应得了。你就这么大张旗鼓的过来，不会打草惊蛇吧？这么担心我？哼，你不说就算了。在我来的时候，我父皇身边的公公就去了大皇子的府邸，现在应该也在抄家了。那就好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老爷，儿子就这么被扔在大牢里没人管，会死的。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都怪你们母女，全是丧门星。如果宁清婉是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落到这种地步。是啊，要不是你忽然被找回来，宁清婉也不会跟我们离了心，侯府也不会被清算，这一切都要怪你。我以为回到侯府就能过好日子，没想到你们都是一帮没用的两个老东西，谁稀罕当你们的女儿？凌风哥哥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这还不是都怪你！我们国公府补齐了亏空的银子，本来不会被问罪的。要不是你们惹了三殿下，也不会牵连我们。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侯府千金，侯府都被夺爵了，你现在就是个罪奴。救我，凌风哥哥！我妹妹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丧门星。你带我来的好地方就是这里。得罪你的人都在里面了，你该怎么歇下？明明是他们自己贪赃枉法犯了罪，这是活该。现在你的未婚夫也被问罪了，你以后找男人可要擦亮眼睛。好酸啊！真的很酸吗？不应该啊，我这次明明挑选过的。酸吗？没尝出来，再试试。不行，我可不是随便的女孩子。我回去就跟父皇请旨给我们赐婚，你跑不掉的。可我的身份只是一介孤女，外人会说我们身份不匹配的。匹配不匹配，是本王说了算。谁要是敢说闲话，本王就割了谁的舌头。